韩立的崛起之路堪称一部草根逆袭的史诗。他自人界天南越国的七玄门起步，以一介凡人之躯，凭借远超常人的隐忍、谨慎与机缘，一步步突破境界桎梏，从炼气筑基稳步攀升至化神境，最终成功破碎虚空，踏足更广阔的灵界天地。纵观韩立的人界修行生涯，即便在元婴期后已然成为一方强者，跻身落云宗长老之位，他始终未曾萌生自创基业的念头。彼时的他眼中唯有修为的精进，所有行动的核心都是为了寻找更充足的修炼资源、更顶尖的功法典籍，以突破自身境界的瓶颈。进入灵界之后，这份独行侠的特质依旧延续。炼虚期、合体期的漫长岁月里，韩立始终以散修的身份游走于灵界各地，或探寻秘境寻宝，或与人争斗夺宝，或潜心修炼突破，从未有过固定的根基之地。直至修为真至大成境，成为灵界金字塔尖的顶尖修士，韩立才终于在无涯海的元和岛停下脚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宗门清源宫，自此真正拥有了一份足以传承万古的基业。作为韩立耗费心血打造的势力，清源宫自诞生之日起便自带顶级配置，其综合实力在灵界诸多势力中独树一帜，最终成为公认的灵界第一势力。那么，这座由韩老魔亲手缔造的宗门究竟强大到何种地步？其能够登顶灵界势力之巅的核心原因又藏在哪些方面呢？一、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顶尖大阵与强悍傀儡的双重守护。对于修仙界的任何一方大势力而言，稳固的防御都是立足之本。清源宫作为韩立倾力打造的基业，其防御体系的完善程度与强悍威力，在整个灵界都堪称顶尖水准。这份顶级防御主要依托两大核心力量，一是精妙绝伦、威力无穷的守护大阵，二是数量庞大、战力超群的傀儡甲士，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外不可破、内不可侵的铜墙铁壁。清源宫的核心守护大阵名为2亿万影大阵，这座禁制大阵并非韩立凭空创造，而是他参考多部上古法阵典籍，结合元和岛的地利优势，精心布置而成。清源宫的选址极具考究，坐落于无涯海核心区域的元和岛之上。这座岛屿并非寻常小岛，而是一座绵延万里的巨型岛屿。岛屿之下潜藏着数条储量惊人的大型磁光地脉，这正是2亿万影大阵能够发挥极致威力的关键所在。大阵运转之时，能够引动地下磁光地脉的庞大能量，催生出威力恐怖的2仪磁光，用于御敌，更能根据战况需求，将大阵范围向外扩张10倍之广，形成覆盖万里海域的防御屏障。要知道，在灵界之中，大成修士已然是站在战力顶端的存在，寻常静止在他们面前如同纸糊一般。但即便是大成修士闯入2亿万影大阵之中，也会被阵内紊乱的磁光能量所牵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至少会被围困一段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清源宫的核心防御足以抵御灵界最顶尖战力的直接冲击。更令人惊叹的是，韩立并未将防御局限于元和岛一地，在无涯海区域，元和岛周边还分布着上百座大小不一的岛屿，这些岛屿最终都被韩立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在探查过程中发现，这些周边岛屿之下同样蕴藏着磁脉资源，于是便在每一座岛屿上都布置了简化版的2亿万影阵。这些简化大阵与元和岛的核心大阵形成了完美的呼应之势，不仅能够汇聚所有岛屿的磁光能量，进一步提升2仪磁光的威力，更将整个防御范围拓展到了整个无涯海区域，使得这片广袤的海域都成为了清源宫的禁地，真正做到了固若金汤。对于这座亲手打造的大阵，向来谨慎低调的韩立都忍不住流露出自得之意，足以见得这座大阵的奇妙与强悍。如果说顶级大阵是清源宫的外部屏障，那么数量庞大的傀儡甲士便是清源宫的内部巡逻队与机动战力。韩立对于傀儡术的研究，早在人界时期便已初露锋芒。当时他炼制的傀儡便曾多次在危局中救他性命。进入灵界之后，随着资源的丰富与眼界的开阔，韩立在傀儡术上的造诣更是突飞猛进，炼制出的傀儡不仅数量更多，战力也远超人界时期。清源宫内常年有大量全副武装的傀儡甲士，按照固定路线巡视各处。这些傀儡无需休息，不知疲倦，更不会出现懈怠之心，能够时刻保持最高的警戒状态，将任何潜在的威胁都扼杀在萌芽之中。关于清源宫傀儡的战力，在韩立寻找小灵天的途中便有着直观的体现。当时韩立驾驭巨舟穿行于灵界海域，遭遇了合体初期的妖修花石老祖。彼时巨舟之上站立着密密麻麻的傀儡甲士，其中有4具傀儡的气息丝毫不弱于花石老祖。战斗爆发后，这4具傀儡协同作战，仅仅数个回合便轻松擒拿了花石老祖，全程行云流水，展现出了极强的战力。要知道，合体期修士在灵界已然是老怪级别的存在，而清源宫的傀儡中竟有如此多的高阶战力，其整体傀儡军团的实力可想而知。外有顶级大阵守护，内有强悍傀儡巡逻，清源宫的防御体系已然达到了灵界顶尖水平，这也为其成为第一势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底蕴深厚的资源储备，取之不尽的修炼宝库。修仙之路
本质上就是一场对资源的争夺之路。无论是修为突破、功法修炼，还是法宝炼制、丹药服用，都离不开充足的资源支撑。对于一方宗门而言，资源储备的丰厚程度，直接决定了宗门的底蕴与发展潜力。而清源宫的资源储备堪称灵界的第一宝库，无论是灵石、灵药、丹药，还是功法典籍、法宝材料，都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这份丰厚的资源，核心来源于清源宫的主人韩立，同时也得益于元和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首先是灵石储备。灵石作为修仙界的通用货币，其数量直接衡量着一方势力的财力。在灵界时期，韩立积累灵石的渠道堪称多元化，无论是秘境寻宝、拍卖稀有宝物，还是灭杀敌对修士后的掠夺，都让他的灵石储备源源不断的增长。仅以一次拍卖为例，韩立曾将一根罕见的惊雷竹拿到拍卖会上出售，最终竟拍出了3亿7千万灵石的天价。除此之外，韩立在多年的修行生涯中灭杀了无数敌对修士，其中不乏一些身家丰厚的高阶修士。这些修士的储物镯中往往藏有大量灵石，这些通过各种渠道积累的灵石，最终都被韩立纳入了清源宫的宝库之中，形成了海量的灵石储备，足以支撑整个宗门数万年的消耗。其次是灵药灵草与修炼环境。修炼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修士的修炼速度，而灵药灵草则是炼制丹药、辅助修炼的核心材料。清源宫所在的元和岛本身就是一处灵气充沛的修炼宝地，而韩立拥有的小绿瓶更是让这里的灵药资源实现了量产化与高品质化。小绿瓶的逆天之处在于能够加速灵药灵草的生长速度，原本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成熟的灵药，在小绿瓶的作用下，只需短短数年便能达到巅峰状态。借助小绿瓶的力量，韩立在元和岛上培育了大片的灵药园，各种珍稀的灵草、灵药琳琅满目，不仅满足了清源宫内部的丹药炼制需求，更让元和岛的灵气变得愈发充沛，形成了良性循环，成为了所有修士都梦寐以求的修炼圣地。除了灵石与灵药，清源宫的其他资源同样堪称豪华。一方面，韩立自身有着诸多奇遇，在人界与灵界的修行过程中，他曾多次闯入上古秘境、传承之地，获得了大量稀有的法宝材料、上古功法典籍、奇门秘术等。另一方面，韩立杀伐果断的性格也让他积累了海量的战利品，尤其是在他晋升大成境之后，灭杀了不少敌对的大成修士与高阶修士。这些修士的储物镯中往往藏有大量的法器、符箓、晶石、丹药等珍贵资源。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资源，韩立在清源宫内专门设置了藏经阁与万宝堂，将所有的功法典籍、法宝材料、丹药符箓等都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与存放。清源宫资源的丰厚程度，从南宫婉的反应中便可见一斑。韩立从小灵天将南宫婉带回清源宫后，南宫婉在参观藏经阁与万宝堂时，看到数之不尽的资源与各种奇门秘术典籍，直接被惊得目瞪口呆。要知道，南宫婉长期待在资源匮乏的小灵天，对于灵界顶级势力的资源储备缺乏认知，他的惊讶虽然直观，但依旧不足以完全展现清源宫家底的丰厚。而清源宫的资源储备并非仅供内部消耗，韩立为了提升人族的整体实力，同时巩固与妖族的盟友关系，通过不同渠道向人族发放了大量顶阶的功法秘术、天才地宝。这些资源的流出，让人族的实力以恐怖的速度急速增长，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胡俊，他正是从清源宫求得数种灵丹，才得以突破瓶颈，成为了新的大成修士。与此同时，作为人族盟友的妖族也得到了清源宫发放的少量功法和丹药，其整体实力也实现了快速提升。仅仅是流出一部分资源，便能让灵界的人族与妖族实力暴涨，清源宫的资源底蕴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3. 人才济济的修士团队，大成坐镇，合体成群的顶尖战力。如果说顶级的防御体系是清源宫的盾牌，丰厚的资源储备是清源宫的粮草，那么人才济济的修士团队便是清源宫的利剑。一支强大的修士队伍不仅是宗门实力的直接体现，更是宗门能够长远发展的核心动力。清源宫的修士团队经历了3个阶段的发展与壮大，从初创时期的初具规模，到韩立飞升后的稳步发展，再到后续的持续强盛，始终保持着强悍的战力水准。尤其是大成修士的长期坐镇，更是让清源宫坐稳了灵界第一势力的宝座。第一个阶段是大成老祖韩立坐镇时期，这一阶段属于清源宫的初创时期，但即便如此，宗门内已经汇聚了数以万计的人妖两族修士。这一时期的核心修士群体以韩立的3大徒弟气灵子、海大少、白果为核心。韩立对于这3位徒弟极为看重，不仅将自己所学的部分功法倾囊相授，更给予了海量的丹药支持。在大量高阶丹药的加持下，3人的修为提升速度堪称火箭式，从最初的炼气期快速突破至元婴期、化神期，最终成功跻身合体境，成为了清源宫的中流砥柱。在气灵子、海大少晋升元婴修士之后，他们也各自收了一批徒弟，人数多达数百人。由于韩立给予3大徒弟的丹药多到用不完，气灵子、海大少、
白果儿便将这些用不上的丹药都分给了自己的徒弟，同时定期为他们讲道，答疑解惑。在充足资源与名师指导的双重加持下，这些徒孙辈修士的实力也突飞猛进，其中已经涌现出了好几位结丹期修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修士的成长都发生在韩立尚未正式命名清源宫的阶段，足以见得清源宫的发展潜力。对于修士团队的规模，韩立并未满足于初期的水准，他明确提出要不断扩充门下人数，吸纳更多有潜力的修士。在韩立正式命名清源宫之时，元和岛上的中高阶修士数量已经达到了数千人之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源宫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妖两族修士加入，宗门内的修士数量最终突破了万人大关，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得益于清源宫丰厚的资源储备与良好的修炼环境，门下修士的修为进步速度也极为迅速。对于宗门的未来发展，韩立曾做出过精准的预判，以后清源宫化神、炼虚级别的弟子必然层出不穷，而且潜力大的弟子也能达到合体境。事实也正如韩立所预料的那样，在他飞升仙界之际，清源宫的修士团队已经成长为灵界最顶尖的战力群体。银月已然晋升为大成修士，冰凤、南宫婉、元瑶也达到了合体巅峰境界，距离大成境仅有一步之遥。而气灵子、海大少、白果儿以及被收服的花石老祖都已经成为了合体修士。此时的清源宫已然具备了称雄灵界的绝对实力。第二个阶段是韩立飞升仙界之后，这一时期的清源宫由银月、南宫婉、冰凤等人共同坐镇。虽然失去了韩立这位顶级大成修士的支撑，但清源宫的发展并未停滞，反而继续保持着强盛的势头。在这一阶段，南宫婉、冰凤、元瑶凭借着清源宫丰厚的资源储备与自身的积累，先后突破了大成期的瓶颈，成为了新的大成老祖。与此同时，其他弟子以及门下修士也在稳步提升修为，清源宫的整体战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增强，依旧是灵界范围内无人敢惹的顶级势力。第三个阶段是元瑶、南宫婉先后飞升仙界之后，清源宫的坐镇核心变成了银月、冰凤。即便经历了多位核心大成修士的飞升，清源宫的实力依旧不容小觑。此时的清源宫不仅有银月、冰凤两位大成修士坐镇，严厉与白果儿也成功晋升为大成修士，大成战力依旧保持着充足的储备。除此之外，气灵子和海大少也都达到了合体巅峰境界，距离大成境仅有一步之差。宗门内其他修士的修炼也都顺风顺水，整体形势一片大好。要知道，在灵界的修行体系中，大成境是无数修士终其一生都难以触及的巅峰，即便是合体境修士，也足以在一方地域称雄，被尊为老怪级别的存在。而清源宫自创立以来，始终有大成修士坐镇，合体修士更是多如牛毛，这样的修士配置在整个灵界都是绝无仅有。无论是核心战力的质量，还是修士团队的规模，清源宫都达到了灵界的顶尖水准。综合来看，韩立创立的清源宫不仅拥有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底蕴深厚的资源储备，更有着人才济济的顶尖修士团队。这三大核心优势相互支撑，相辅相成，让清源宫从创立之初便具备了超越其他势力的基础，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壮大，最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灵界第一势。清源宫的强大，既是韩立个人实力与资源积累的集中体现，也离不开其科学的发展模式与人才培养体系。这份强大不仅让清源宫在灵界站稳了脚跟，更成为了韩立飞升仙界后依旧能够在灵界传承万古的重要保障。